恨你的人往往是从你手里白拿最多的那个。你第一次帮他，他感激涕零；你帮了100次，他习以为常。可有一天你累了，停了，清醒了，他不叫你停下，他叫你背叛。这不是你自私，是你没看清一件事儿，人心的胃口是被你自己一点点喂大的。印顺导师说过，布施若无智慧引导，不但不能解脱，反而增长贪欲。无智慧的给予不是慈悲，是共谋。佛陀在增一阿含经里讲得很清楚，布施要观时观处观人，合乎道理，合乎因缘，不是无底线的倾倒自己。善良没有智慧护持，就是一把伤己伤人的双刃剑。今天我们就来拆穿这件事儿，那些白拿惯了的人为什么翻脸比翻书还快，以及你该怎么既不关上心门，又不继续被人消耗。先讲第一个故事，布商阿达，北方城郊做布料的老实人，年轻时穷到过年只剩半碗冷粥，跟老婆一人一口夹着吃，所以发家后他最怕别人受穷，见一个拉一个。阿发是他第7个学徒，18岁从南边村子走来找活干，鞋底磨穿，脚掌全是血泡。阿达二话没说留下他，换新布鞋，安排仓库睡觉，每天3顿饭还给零用钱。伙计劝他小心，他挥挥手，年轻人谁不是从穷日子熬过来的。阿发脑子活，手脚快，几年下来把整个布铺运作摸透了。阿达出远门，铺子全交给他，帮阿发店过家里急难钱，母亲生病时拿出1半私房钱，连借据都没写。他说好好干，以后有了自己的铺子再帮衬老叔就好。阿发那时眼眶是红的，这样的日子过了7年。第一道裂缝出现在有一年年中，因为货源问题红利少了30%，阿发领了钱脸色不对，晚饭都没吃。阿达以为他身体不舒服，没追问。第2年阿达病了2月，阿发撑着铺子，账本很平，阿达感动，多包了1个月钱给他。但从那之后，阿发开始有小动作，进货私下收，供货商好处，被老伙计告发。阿达念情分没深究，接着一批货账目对不上，阿发说算错了，补上差额，真正的爆发在第8年冬天。阿达儿子回来接手生意，管理权限慢慢交还给儿子。阿发察觉地位动摇，去找阿达谈，语气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穿破鞋的少年了。老叔，你什么意思？觉得我不够好？阿达解释是家事，不是能力问题。阿发冷笑一声，我明白了。1个月后，阿发带着2个年轻伙计和偷偷抄录的客户名单，另起炉灶，专挖阿达的老客，还在外面放话，说阿达账目有问题。消息传回来，阿达坐在椅子上很久没说话。老伴端茶来说，你当年就是太好了。阿达摇头，不是我太好，是我太傻。我以为我们在见什么，原来他只是觉得他有资格拿走他想要的。第2个故事，慧珍没学过医术是跟母亲学的，母亲又跟外婆学的。祖传草药方子，在山区小村里给人看病，从来不收钱。不是不需要钱，她家也就1亩多田，丈夫偶尔打点猎物，勉强过得去。但她觉得山里人日子苦，看诊已经不容易，再收钱有些人就不来了。村里人一开始很感激，谁家孩子病了第一个想到她。有人带把菜，带几个鸡蛋，她道个谢收下，那种往来很自然。但时间一长，东西不带了，来就直接问药方，问分量，态度随便得像应该的。慧珍没放在心上。后来有个妇人带婆婆来看诊，慧珍说这病我处理不了，建议去城里看西医。妇人当场变脸，你平常不是都能治吗？嫌我们甩头就走。隔几天村里传开了，慧珍最近眼光高了，有钱人才治，穷人免谈。慧珍愣在那里，问丈夫我什么时候嫌贫爱富了？丈夫摇头，乌鸦的嘴挡不了。更夸张的在后头，村里有个叫土旺的男人，腿上老毛病全靠慧珍隔段时间贴一种草药膏，材料都是慧珍自己备的。有一年草药来源出问题，得跑远山才能采到，停了2个月没法替他贴。土旺腿痛复发，找到慧珍家门口，你2个月不管我死活，我腿都残了，还不是你的责任。慧珍那时刚从山上采药回来，脚都走软了，听到这话眼泪一下就来了。她丈夫出来理论，土旺反而更大声，你们家不是靠这个积德的吗？现在不干了就是缺德。慧珍事后跟母亲说起，母亲叹口气，女儿，你给人鱼吃太久了，有一天他们会说鱼是他们的。慧珍问那还给不给？母亲说给当然给，但得给的有讲究，不然你给的不是福是债。第3个故事，
深山里有座古寺叫净慈院，有个火公僧叫广元，其实就是负责杂物的普通汉子，不是正式剃度僧人。住了10几年，寺里给他小屋管3餐，他帮寺里修东西。主持慧明法师沉默寡言，但心里有数。广元刚来时带着诚心，说在外面混不下去，求个容身之所。慧明法师收下了，你安心住，只要肯做事，这里不缺你1碗饭。广元那时真感激，每天天没亮就起来扫院子，不用人催。3年后变了，扫地频率减少，被人说了顶嘴，我又不是你们请来的工人，挑水偷懒说腰不好。有施主捐了一批新厨具，广元私下拿了几样回自己屋，被小沙弥发现。慧明法师找他谈，他说我住了这么多年，拿几个小东西算什么？慧明法师没发火，只说东西还回去吧。广元不情愿地还了，但从此在寺里到处说法师小气。年轻小沙弥净空问师父，广元这样为什么还留着他？慧明法师说，不是时候还没到，真正翻脸那天是初冬1年1度的大法会，许多施主远道而来。广元负责厨房火炉，要确保整天热水不断，但中午他自顾自溜出山去了，炉子都没引燃。10几桌施主等了1个时辰。法会结束后，慧明法师去他住处平静地说，从明天起收拾东西下山吧。广元一下子跳起来，我住了10几年，你说赶就赶。他摔东西骂，你们这些和尚吃着十方施主的供养，对真正的苦人这么冷酷，你们的佛没白学吗？慧明法师等他说完，我们吃的是十方施主的供养，不是你的供养。你来了10几年，有没有过好日子？有没有人帮你？有，但你今天选择用伤害来回报，我没有义务继续容忍。广元沉默。第2天一早收拾行李走了，临走把寺门口匾额用泥巴抹花了。净空问师父，您后悔等了那么久吗？慧明法师说，不后悔，但我也不会再给他第2次机会。他拿起扫帚递给净空，先把门口的污泥扫干净，扫的时候想一想，你自然就明白了。3个故事，阿达慧真、慧明法师，都是给予者，都遭遇反噬。很多人以为被你帮过的人反过来恨你，是因为那个人本性坏，但真相比这复杂的多，也痛苦的多。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享乐适应，人对于重复出现的刺激越来越不敏感。第1次吃好菜是人间美味，吃100次就那样了。第1次收礼物感动半天，收20次开始挑剔包装。你第1次帮他是惊喜，帮了100次，大脑就把这件事归类为背景，像空气一样，存在时你不觉得消失了，才感到窒息。还有一个机制叫所有权效应，一旦某样东西在心理上被你认定为属于我，你对它的评价会远高于你实际为它付出的代价。更残酷的是，当它被拿走时，你感受到的失去比当初得到的快乐强烈得多。长期接受你帮助的人，早就在心理上把你的善意登记成了自己的资产。当你停止给予，在他的神经系统里，这不是礼物消失，而是我的东西被人拿走了。被拿走就会愤怒，愤怒需要一个对象，你就是最近的那个。所以他的恨不是理智的，是本能的，是神经的，是结构性的。再挖深一层，阿发、土旺、广元这3个人愤怒时都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。阿发说阿达账目有问题，土旺说慧真不负责任，广元说慧明不慈悲。他们的指控不是为了找到真相，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叙事，我才是被亏待的那个。心理学管这叫羞耻感的外化。一个人意识深处清楚自己拿了不该拿的，占了不该占的，这种认知会产生羞耻感。羞耻是人最难承受的情绪，比恐惧和悲伤都难，因为它直接戳到我不够好，我不值得。怎么逃避羞耻？转化成愤怒，对外投射，找一个目标，让是他的错来替代是我不对。这不只是在骗你，他首先是在骗自己。所以当他恨你、骂你、指控你，他其实是在用力压住那面照出自己真实样貌的镜子。用的力气越大，说明那面镜子越清晰。他是囚徒，关他的不是你，是他自己打造的牢笼。斗米恩，升米仇，不是古人的偏激，是边际效应的真实呈现。你第1次的帮助价值最高，之后每一次都在贬值，贬到0，再往下就是负值。他不只觉得你的帮助不值钱，还觉得你欠他的。这不是他的错，是你们关系结构的错。而这个结构是谁建的？是你。每一次无底线的给予都在强化那个框架。你以为你在帮他，其实是在一起搭建一个对双方都不健康的房子。
唯识学把人的心理活动分成8识，最深层的叫阿赖耶识，像个大仓库储存所有种子。一个人长期被给予，不需要付出，他的阿赖耶识里就会不断熏习贪爱的种子。不是因为他天生贪，是因为生活环境一直在告诉他要什么就有什么，伸手就来，不需要付出，也不需要感恩。这些种子积累到一定程度，遇到不再被给予的因缘，就会爆发出嗔的种子。嗔的本质是对不符合期望的事物产生对抗。当他把你的给予看作理所当然，你的停止就触发了嗔。你的无限给予是因，他的嗔恨反噬是果，这是种子与因缘的精确运作。那怎么办？怎么不变成冷酷自私的人，又不用继续被消耗？佛法从来不要求你做没有界限的圣人。善巧方便的意思就是根据不同的人、不同的情境，用最适合当下的方式来引导、帮助或者拒绝。拒绝也可以是一种善巧方便。对一个已经被惯坏的人说不，比继续给予更符合菩萨的精神。真正的慈悲不是让对方永远舒适，而是引导他走向觉知。你的停止可能是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个惊醒。给你5把慧剑。第一，学会辨识感恩与贪爱。感恩的人记得你如何帮了他，贪爱的人只记得他还没拿到什么。做一个小测试，某一次把你原本会主动提供的帮助稍微延迟一下，或者做的比平时少一点，然后观察对方的反应。如果他在意并且体谅，或者主动问你有没有困难，说明他心里有你。如果他立刻不满、抱怨、怪罪，那他的感激早就没了，剩下的只是索取的惯性。如实关照，不带幻想，看清楚你就知道怎么走。第二，以正确的知见来布施。菩萨不住香布施，不执着于我给了你什么，你应该感谢我。很多给予者心里有期待，这种期待会制造无形的情感债。对方接受帮助的同时，也在接受那份重量，时间久了会变成反感的种子。所以如果你决定帮一个人，就把心里的账结清。我给是因为我愿意给了就放下。另外，好的布施是给对方真正需要的，而不是他想要的，是帮他走向独立，不是让他永远依赖。你可以设定结束日期，我帮你3个月，3个月后你要自己站起来，或者教他如何帮自己，而不是替他做所有事。第三，持戒是守护自己的因果。有一种持戒很少有人谈，戒掉对自己不公平的关系。如果你一直在一段不对等的关系里无止境付出，就是在不断种下自我消耗的种子，长出来的果就是疲惫、委屈。被背叛、愤怒，允许别人伤害你，也是一种恶业。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，这段关系有没有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？如果没有，就要有意识的化戒，减少能量流失。第四，断舍离与无我的觉知。面对被惯坏而翻脸的人，最难的往往不是愤怒，而是不舍。不舍得付出归零，不舍得曾经的美好，不舍得那个幻觉。但不舍的本质是对自我的执着，执着于我是好人，我的付出有价值，这段关系值得我救。放下对我应该如何被对待的固执，接受有些关系走到这一步就是它最终的样子，没有委屈，没有对错，只是因缘聚散。你可以做书信告别法，拿一张纸把所有想说的话写下来，感谢、委屈、愤怒、悲伤，写完折起来烧掉。这是一个仪式，帮你的内心登出那段关系。第五，用佛法转念，面对反噬。当一个人因为你停止给予而恨你，你会受伤、愤怒、自我怀疑，这些感受都是真实的。先允许自己感受那个痛，然后从佛法的角度重新看《华严经》说，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嗔恨伤得最深的其实是对方自己，他用恨来反噬你，是在自己燃烧，越燃越旺，越消耗。你能做的最慈悲的事，不是继续帮他扑火，而是退出那个火场。自他相换的修行是试着站在他的处境里看事情，不是为了原谅他，是为了理解那背后的苦。你会发现，白拿惯了的人活在永远不够的焦虑里，活在随时可能失去的恐惧里。他的贪不是满足，是一个空洞，塞多少都合不上，那是他自己的苦，与你无关。你的任务是带着清明离开，不带恨，不带怨，不带执念。最后，想象一棵老树站在山腰，风吹过，雨淋过，枯枝落过，但根扎得很深。有些鸟在上面筑巢筑了几年，有一天飞走了，甚至飞走前还在枝条上啄了几口。
老树有没有因此折断？没有，因为它生长是为了自己的生根，不是为了让鸟一直住在上面。你也是，你的善良是你这棵树最好的地方，不应该因为有人误用了它就把它砍掉。你需要的是把根扎得更深，知道你的好是给真正懂得珍惜的人的。当那些因为你停止给予而翻脸的人出现，在心里默默道一声谢，谢谢你用这么决绝的方式帮我划清了善良的边界，也帮我切断了一段早就畸形的缘分。你的停止是他最深刻的一堂课，也是你给自己最温柔的一次呵护。如果你的生命里有那么一双手伸出去太久了，今天就让它好好歇一歇吧。如果你被这段话触动了，点个订阅，让更多善良却委屈的人看见。